行，那我们开始了啊。那个，首先我们大概先讲一下先把 Rust 的资源说一下，然后这样的话你们有个自学的基础。这个 Rust 的官方网站是这个 Rust Programming Language，然后它底下有几个官方的文档。第一个呢是它的所谓的叫 Rust Book， 就是那个官方推荐的这个 book， 但是这个 book 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简单的地方讲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些比较难理解的地方，它讲的不是最好的。它讲的最好的应该是去看这个Rust 的 Experimental Book， 这个是布朗大学做的。这个布朗大学做的话呢，它把比较难的地方加了一些动画，加了一些可以说是动画吧，然后方便理解。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等一下让它慢慢打开着。然后接下来呢，它第二个呢，这个官方的第二个资料呢是这个 Rust by Example，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太习惯说是看文档太枯燥的话，那就看例子。所以说 Rust by Example 里面是有大量的这个例子往下走的。然后这每个例子里面应该你也能编辑，你直接这样改完以后你可以在这直接运行，然后看结果啊。这个是Rust by Example。你看这个是布朗大学的那个I will understand and participate。它的这个比如说讲 ownership 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理解的。然后它底下应该有那个，我给你找，它底下应该有那个东西啊，我看一下。它底下应该有一些动画，让它先刷一刷啊，让它先刷一刷。这种东西啊，有这种东西就会好理解很多。所以说官方的它其他地方跟官方的文档基本没有区别，它就是在比较难的地方，一方面加了很多动画，另一方面加了很多测试题答题啊，所以说这样来确保自己是理解到位的啊。这是这个所以说官方的这个 Rust Book 就不用看了，就看那个 Brown 就行了。好，第二个是 Rust by Example， 第三个是 Rustlings。Rustlings 呢是一堆题，这个题就是你直接做的题，这是没讲的了。就是你把这个代码下载下来，然后呢这个 exercise 它会教你怎么运行，你就一关一关过，相当于闯关的。然后每关都会有题，把这个大概这个题不难啊，这个题不难，自己大概过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但是即使过完以后呢，也对 Rust 只有一个相对表面的理解，然后它里面还有很深的东西啊。这个它不会 cover 到啊，然后官方的资料就这三个，没问题吧？就后面两个你们随时随地可以去玩。第一个是那个我们等会儿去看这个布朗大学的这块没问题吧？没问题，老师。好，接下来呢是是一个叫 Rust 的一个叫 cheat.s。这个很好，到时候我问你们做一些反馈的时候，如果简单问题，你们也可以打在那个聊天里面啊，我也能看见，打聊天里面看见。好，然后这个 cheat.s 呢，这个 cheats.s 这个老哥呢，就相当于做了一个。你知道英文的这个 cheat sheet 就是代表的是小抄，就是你考试的时候带的那张 A4 纸，把它的重要的要点全部总结下来。这个 cheat sheet 这个 Rust 写的是非常全、非常完整的。但是呢，你一开始是不能看这个的，因为它只是总结，它只是把那些点列出来啊。我们中间有可能有些地方会挑着它看，但是你只有等整个语言学完以后，你再看它才知道它在说什么啊。要不然这个中间的东西它是整个汇总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啊，做得很好。这个 cheats.rs， 还有一个呢是有一些额外的书，有些额外书的话，国外人说的不是有一个说的是叫 Easy Rust。这个 Easy Rust 的话呢，是一个在韩国留学的吧，一个美国小哥写的。他追求的就是说按照最朴素的英文去写，然后让你更容易去理解，最简单的英文。然后呢，就是每个里面就是例子。也是以例子为主，然后它背后是有视频啊，它这个是有那个视频资料的，好像就叫 eRust 啊。我看还有什么资料剩下的就是 Rust 特别官方的东西，比如说 Rust 的这个blog，Rust blog 呢也是官网上的
推出的东西啊，这个也是让这个他定期，比如发布新版本啦，新版本有什么改变啊什么的，会发一些这个 blog。然后呢，在这个 inside blog， 这个是对外的，这个其实讲技术东西稍微少一点。这个 inside blog 呢，这个 inside blog 呢是它内部的一些技术分享啊，会有一些这里面会有一些好的文章啊，讲的是不错的啊。这个是 Rust blog。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那个 Rust 里面有几个社区大佬，然后他们写的博客也非常的棒。一个是反正我把这些资源都先给你们说了，然后回头你们可以自己去，需要的话你们就自己看了。一个是那个 Nico Manplus， 这是他是 Rust 的编译器的那个团队成员，然后呢，他的这个 blog 叫 Baby Step， 很多有趣的想法，包括 Rust 是一门还在非常非常快的演进的语言，就是它有什么新的好的特性，它会往里去添加。那么这个 Nico 就在探讨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想法啊，慢慢加进去啊。这是 Nico 的博客，这个 Nico 的博客是相对，如果你熟悉了 Rust 以后，这都是高阶的啊，熟悉了 Rust 以后看他的博客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是 Rust Weekly， This Week in Rust， 对，这个的话呢，这个网站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个挺牛的，这个就是每周周报，相当于是，你比如你随便点一个，它会汇总这一周 Rust 的这个世界里面又发生了什么啊，就各种资源链接，各种故事，每周都有啊，这个特别狠，这个。啊，这个是 This Week in Rust， 还有啥？我想一下，对，还有一个是那个 Rust RFC。Rust RFC Book 呢，就是 Rust RFC 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Rust 这个语言演进的这个步骤节奏是大家提需求，就是 Request for Comments。你先提一个你的提案，然后呢，你这个提案里面会增加语言的一些新的特性，或者把之前不好的特性改了，然后呢，接下来大家就开始在上面评论。啊，评论觉得没问题，或者这个特性很重要，慢慢就加进去。这个 RFC 呢，就是整个推进 Rust 的这个语言往前走的一步那个节奏点，或者说 JavaScript 也是这样的。JavaScript 也是每年都会有提案。这个提案呢，它会 JavaScript 里面会分4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粗糙的提，广泛的征求意见。第二部分呢，再接着这样筛选，这样逐渐把它稳定迭代。Rust 的没有那么复杂 ，Rust 就普通的提案。啊，就编号，你看它从开始001一直干到，对吧？一直干到3800，现在已经到第3800个这个提案了。有的提案已经接受了，合并到主线里面，就是它的 Rust 语言已经改变了。有的呢，还在这儿摆着啊，还在这儿放着。但是这所有的提案就预示了 Rust 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啊。比如说我们随便点一个，我看随便点一个。每个提案里面就会说它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想怎么改这个语言啊。他举例，他提出个什么东西啊，很多很新的东西都是在这里面出现的。我们可以看最早的提案是来自于什么时候？是2014年，对吧？这个语言诞生的时候大概是00几年吧，快10年左右。然后它15年才出来 1.0 正式版，也就是从14年就开始了这个 RFC 的历程。然后这个每年增加新的特性都是这样来的啊，这个一直到最后啊，你看这个到25年嘛，25年7月份，对吧？这个东西一直在这个提交，越来越细化，这个语言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多，但是都是细节啊，好多是细节，大的特性也在里面啊。这是 RFC 是它整个这个语言的进展。行，这个周边的主要的，然后那个 YouTube 上有几个大佬，我看一下，这个 YouTube 我还不方便。YouTube 的话，我怕他不让看啊，不让看。到时候我先打开一个，我跟你们说 YouTube 谁讲的比较好。我现在哔哩哔哩啊，哔哩哔哩上应该也有。国内有一个就是他是在海外是一个流媒体公司做的，叫陈天。他出了好多视频啊，这个啊。他讲的稍微深一点啊，当然我也讲了很多，但是我讲那个东西讲的比较细比较多了，所以你们不一定现在节奏不一定能跟上，所以就先跟我这个相当于快速给大家先过一下。还有一个呢是 Rust 的 Joe 吧 Gingest
他那个名字我不太会写，忘了怎么写了啊。这个老哥，对，就是这个老哥，Jon 啊，Jon，他在 YouTube 上经常直播，就是经常直播，然后讲 Rust 里面比较深的特性啊。这哥们儿啊，当然他视频比较长了，而且也是你先初步了解以后，然后一些专门特性再看它比较好啊。他是编程大佬对吧？YouTube 这个编程大佬。还有一个是 Rust Conference。Rust 每年会举办很多这个世界的技术大会 ，RustConf。这不是有个 Rust 中文语言社区啊，Rust 中文语言社区，然后它里面应该会把一些Rust 的会议都给搬运过来，基本上好多都是 YouTube 的啊，它在很多国家都有啊，YouTube 上面我搜一下也很多。比如说你也搜 Rust Language， 你就会搜到一堆这个人和技术视频的东西啊，有很多小的讲的，也有很多会议啊什么的都有啊，有很多 conference 啊，就国外的这个技术社区是非常热的，所以他们 conference 非常多。行，那基础的资源部分就 OK 了，应该没啥问题吧？没问题就扣个1，在那个聊天里面。行，experiment 我给它关了，我给它打开。哦，对，还有一个叫 Rust Comprehensive， 这个是 Google 搞了一套内部教程啊，因为 Google 现在它的那个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它底下开发那些操作系统啊，Google 也在做一些云的操作系统嘛，就是那 Chromebook 什么那些的，底层也在用 Rust 进行改造，包括微软的 Windows 也在用 Rust 改造，这个相信你们从新闻上也看到了。然后这个是 Google 内部的一个培训这个给大家快速培训上手 Rust 的这个，然后它是以这种类似于很短的一页就很短 PPT 这种感觉的走的啊，就 PPT， 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演讲嘛 ，Speaker Note 就是你作为演讲者去讲到你怎么跟底下人讲啊这样的啊，这个也是不错的 ，Comprehensive Rust 也不错。还有一个是那个 Rust 的更高阶的叫做 Rustnomical， 这个相当于Nomical 这个英文呢叫做死灵书，就是更高阶的，就 Rust 的一些黑暗的东西，就是一些就特别深的，跟底层 C 啊跟那些东西接触的地方啊，相对你可能更需要对这个编程的底层有所了解的，才能比较好的能理解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最高阶的就是 Rustnomical 了啊，然后刚才那个 cheat sheet 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个 cheats.s 里面，你看这儿写的 the book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 book，然后那个 Rust by example 就是我们说官网上不是有3个嘛，对吧 ？Rust by example 是第2个 ，Rustlings 他没写啊，这3个东西。然后 Nomical 就我们说的那个 Nomical 那书，然后 Standard Docs 和这个 Reference 呢是 Rust 的那个什么文档啊 ，Rust 的文档都是统一的规范非常的标准。这个 STD 呢就相当于是内置的库，你可以理解成就像 Python 一样，它里面那个内置的库。的一些东西，基本上你就拿来就能用的啊。然后 Rust 的这个生态是非常巨大的，他就想做，你可以理解成他就想做 C 语言这种级界的，但是有海量的包能让你就是 C 界的 Python， 他想做这个事儿。这个就是它上面你看有20万个 crates， 每个 crates 你可以认为就是个包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包都在里面，只不过 STD 包呢，相当于是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串讲，C 和 C 加加 Python 我都这样能联系，跟你们都联系。C 加加里面会有一些标准库，如果你们用过 C 加加都知道 C 加加里面是有一个 standard library 的。这个 Rust 的 STD 呢，就是官方就是 Rust 的 standard library 啊，一些大家公用的东西都给它准备好了。然后这 crates 呢 ，C 加加里面包括 C 里面是没有做好这个第三方库的生态的，他们不像 Python 一样那么简单能够 import。但是 Rust 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所以它有海量的包在上面。每一个包呢，比如我们随便点一个，这个就是它这个包在这个 crates.io 的主页。这个 crates.io 你可以认为就是 Rust 版本的 PyPI 啊 ，Python 的 PyPI 就是存所有包的地方，上游的源，对吧？这可能 Python 我看有多少个包？53万个包啊，这边写的嘛，有53万个包。然后这个就是 Python 版本的，就是 Rust 版本的 PyPI。然后呢，这个里面呢，
Rust 版本 PyPI。然后每个包呢，基本上它在 GitHub 上都是有链接的。你看这个就可以点进去，这是它 GitHub 上的 source code 的链接，这上面有一些资源。然后呢，这是它仓库，然后它的标准文档在哪里呢？标准文档 doc.rs 是放所有 Rust 的包的文档库啊，每一个第三方包，他们把自己的 Crates 发布出去以后，会自动的在 Crates.io 这儿有一个点，然后在那个 docs 里面有一个点 bitflags， 对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而且 Rust 把这个文档这块彻底规范了，就是大家你所有的文档都是长一样，都是长一个格式啊，这样的话看起来简单了啊。这个看文档这事儿呢，我们后面自然而然遇到了就会去展示。后面还有个啥？对，这是这个啊，还有一个是那个 lib.s， 这个 lib.s 好像是它跟 Crates.io 好像有点像，但是它好像把你那个分门别类给做了一下，要不然看那些包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你合适的包，它好像给你做了个分门别类，我们看一下。你看，不同事情，其中也包含那个嵌入式的开发和这个命令行的开发，以及那个叫什么叫那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也有，对吧 ？machine learning 的也有，还有各种各样的啊，非常多。然后还有一些对，所以然后你点进去的话，应该是它做了个分类吧？点进去跑哪儿了？啊，这是它的主页，所以我感觉 lib.rs 跟 Crates.io 有点像啊，但是。也是另外一个资源吧，啊，人家给你分门别类好。行，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Rust 情况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安装的问题。安装的话呢，现在都用这个 Scoop 了嘛。你正常情况下的话是用它那个 Rust App 来装。这个我就简单点一下啊。我就开发环境说，这个 Rust 的这个里面你这儿一下载，这儿install，你这儿一下载，这会教你的，自己装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是按照它独立安装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安装脚本，它会下载一个安装器，你点完安装器以后会先装 Rust App， 就这个 Rust App， 它 Windows 上叫 Rust Init， 但实际上就是个 Rust App， 然后再用 Rust App 去装 Cargo。以及装 Rust C 等等其他工具都装上了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这个你们试一下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呢，咱们既然都用 Scoop 了 ，Scoop 里面也有一种安装方法啊，比如说我 Scoop list 是可以看我 Scoop 安装的东西，然后其中的话跟 Rust 有关的是两个，一个是 Rust， 一个是 Rust App，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 install 这个 Rust App 和 Rust 就行了。它装完以后呢，会跑到这个是它那个上面没讲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在这个 Scoop 安装目录里面，我看是在这个 apps 里面 Rust， 不在这儿啊，那就在 persist 里面。在 persist 里面，这个 Rust App 里面有两个开头的目录，点开头的目录，点开头目录就是你的配置你的配置的东西。Rust App 有个配置 ，Cargo 有个配置，这两个东西正常来说应该在你的家目录。就是如果你不用 Scoop 安装，你独立安装的时候，它会在你的家目录。但是呢，如果你安装的合适的话呢，它应该出现在这里面。其中也需要一个环境变量去支持，就是说你装完 Rust App 以后，你需要设置一下环境变量，好像叫 Cargo Home 吧，一个是 Rust App Home， 对吧？你就指到刚才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Cargo Home。都要指好，为啥呢？你不指好的话，因为你还要用 Cargo 装很多其他东西呢，它都会在这个 Cargo 装的东西都会跑这儿啊，很多东西都会跑这儿。然后呢 Rust App 装的很多东西都会跑这儿啊。你可以看到这个 Cargo 里面装的东西呢，就相当于装出来很多命令就是这里面 Cargo 是什么东西啊 ？Cargo 你可以认为就是 Rust 版本的 CMake， 因为那个你的 C 它确实比较裸。它没有项目管理这事儿，所以项目管理呢得需要外部的工具去做，包括之前给大家讲的 sconstruct 或者是 CMake 或者 Makefile， 那都是第三方的工作去做这个 C 的项目管理。但是呢 Cargo 呢 Rust 呢把这事儿都包在一起了，都是一站式的体验，所以说它的 Cargo 呢是非常好用的啊，它的 Cargo 是做项目管理的，等会儿我们会看到。
所以说 Cargo 这个项目管理的目录呢都在这里面。然后呢，但是 Cargo 是做项目管理的，底层还需要一个编译器，就是能把你的 Rust 源码编译成机器代码，在机器上运行，编译成二进制什么的。这个呢需要编译器，这个编译器呢是 Rust 的 C， 所以说都在这里面啊，都打包里面在这个 bin 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装出来有些命令是 Cargo 杠什么，那这种命令呢就相当于是自动的添加到 Cargo 那个命令里面。比如说我 Cargo format， 你看它不是 Cargo 杠 format 吗？代表是这个命令名，它肯定不能加空格嘛。但是我用的时候我就可以 Cargo format 了，对吧？我调这个 Cargo 空格 format 的时候，实际上就会走这个啊，它做了一个分流。它这 Cargo 这种设计的话呢，支持你第三方随便写 Cargo 的插件，你只要命名成 Cargo 杠什么，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调它子命令了啊。这个是 Cargo 的一个独特的设计。我先回到那个，我应该是。我建了目录，好，这个 Cargo 这一堆东西，将来可能会装更多东西啊，都在这里面。那 Rust App 是个什么东西呢？外面这层 Rust App 只是个目录而已啊，只是个目录而已。这个是那个 Scoop 帮我们确定的这个目录，里面这个 Rust App 呢是重要的，你看它里面就没有 bin 了，bin 就是 binary 的意思，就是二进制可以执行的东西都在这里。这个 bin 里面是比较重要的啊 ，registry 应该是管的是源，就是你配置从哪儿下载那个源啊，就是 Rust 的 Cargo 的各种全局配置都在这个 config toml 里面，在这里面改，就是像咱们上次说的那个 RS proxy， 对吧？你 Rust 的下载国外的源有点费劲啊，你自己用那个字节跳动那个镜像，然后它会教你去配置一些东西，它会让你配置一些东西，这个配置这些东西呢就会在它默认是在加目录点 config 里面，但其实你是在自定义的目录里面嘛 ，scoop 你就在这里面去加，反正只要找到点 cargo 目录就找到了一切啊，就找到了 cargo 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就是全局管理的一些源啊什么都在这里配置。再看一下啊，好，所以说它的东西其实挺简单的，就这三个啊。Registry 应该就是管源的下载、缓存什么的，所以你将来下载的很多包应该都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占地方的，因为你的包很多，所以这时候把它目录要弄好，你要不弄好的话就跑 C 盘了。好 ，Rust App 里面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工具链，主要管的是工具链。这工具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同样的 Rust 的代码是可以编译到不同架构上去运行的，比如说你同样的 Rust 代码是可以编译到这个 Windows 上运行。也可以编译到 Mac 上运行，也可以编译到 Linux 上运行，也可以编译到手机上运行，也可以编译到单片机上运行。同样的代码，你要编译到不同的平台上运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工具链。这个工具链本身其实不太属于项目的一部分，它是就相当于你看这里面有个 Rust 的 C， 这个 Rust 的 C 其实也只是个壳，它底下这个 Rust C 底下会调一个 LLVM 的一个中间器，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中间库，然后那个中间库根据你的平台目标去调底层的工具链，比如说是哪个版本的 GCC， 是 ARM 的还是 Mac 的还是 Linux 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工具链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工具链应该是比较复杂也比较大，所以说它提前上游都给你做好了很多工具链，然后你需要用 Rust App 去装这个工具链。一方面是它就比如说我现在这里面的工具链就是X8664，就是这个机器是64位机器，然后 PC 上面的 Windows 用 Windows MVC 去编译这个 Rust 的这个二进制。如果你可以装很多其他的工具链啊，这个就是用 Rust App 去可以装其他工具链，这样呢你可以编译到 Linux 或者编译到跨平台编译 ，OK， 这个非常香。你要知道原来的时候用 GCC 编译那个跨平台编译，把你同样的 C 代码编译到不同平台也很麻烦，你要自己手动下载那些不同变体的 GCC 去编译，它都帮你把这个事儿做好了。第二个点呢是，你有时候也需要更新 Cargo， 就 Cargo 的这些软件，它也有它的版本号，它也需要往前走。那你怎么更新呢？就是用 Rust App 去更新。所以你可以认为 Rust App 是比 Cargo 更加底层的基础设施啊。它先 Rust App 负责去更新 Cargo， 并且去更新工具链，就这么个事情。我看一下 Rust App， 咱们先从 Rust App 开始啊。
当然这个刚才这些环境变量弄完了以后，你肯定还是不能忘记最后一个重要的环境变量就是 path。这 path 里面肯定有刚才的那个点 cargo 点 bin 要放，就是点 cargo 下面的那个 bin 要放进去，不然的话找不到啊，不然的话你 cargo 找不到。你比如说我现在 which cargo， 那之所以 cargo 能找到，肯定是我因为上面前面这个已经加到 last path 里面了，要不然找不到。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rust up 是怎么用的啊？我看一下 rust up target list。我随便试试啊，这个就是它支持的所有平台。所谓一个平台是三元组，第一个就是三个东西，至少三个东西啊接到一起。第一项呢代表的是硬件上你的 CPU 支持什么样的指令集，比如说 ARC64 就代表是 ARM64 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树莓派啊，包括手机啊，你的手机一般的现在都是 ARC64。这 ARM 呢就是 ARM32 的啊，剩下这些都是老旧的机器。ARM-v7都是较早的嵌入式的，不用管了。这个586、686也是较早的 Windows， 什么龙 Arc 就是龙芯的，然后 PowerPC 就 Mac 早期的 ，RISC-V 32的这个是另有新兴的指令集，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然后呢，这个 Thumb 这都是较早的那个 ARM 的指令集。Wasm 很特殊啊 ，Wasm 是它编译出来这个东西能在浏览器里面运行，就浏览器里面专门有二进制的协议，就是叫 Wasm。然后剩下多的就是 X8664啊。然后第二项是发行商吧，好像是，第二项是所有者，就是这个工具链是谁来拥有的，比如说 Apple， 比如说 Windows 啊。然后第三项呢 ，unknown 就是不知道的就是 unknown。第三项呢是操作系统，你比如说同样是 X86 吧，它上面可以是 Windows， 也可以是，对吧？也可以是 Linux， 对吧？这 Windows 和 Linux 区别在这儿了啊。那前面这个应该是它的所有者。或者类型，接下来是它的操作系统，在这个硬件上装什么的操作系统，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操作系统最后一个呢是 libc， 就是你知道你写出来一般的程序都需要 libc 的支持，不管对吧？你调一个 math 库，你调一个 printf， 它背后都是有 libc 作为支持的。那个 libc 呢有很多版本，有很多版本，比如说 GNU 就是那个开源的 Linux 世界里面都是用 glibc， 还有 Muscle 也是个 libc 实现啊，还有其他的这个 libc 的实现啊。因为不同 libc 实现也会导致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编号呢，整个这个4个串起来呢，我怀疑这个 OHOS 是不是 Open Harmony 啊，就是华为的那个。所以这你看安卓也有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合起来，代表了你这个程序的外部想要把它编成二进制以后，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外部配置啊、外部环境、外部配置这个信息，这就是 Rust Up 需要管理这些脏乱差的东西啊，也不是脏乱差，就是这些底层的很多的东西啊，工具链的东西。然后当然 Rust 你可以设置当前我默认 target 是什么，就是 default 吧。我看。怎么你看好像 set default， 我看它就是你能设置一下你当前默认采用什么平台，那就常见的就是这样的，常见就是这个，你需要交叉编译的时候，目标平台你装一个工具链，你可以设置你默认平台啊，你也可以查看，这是 set， 你看 set， 然后 default target 等于什么就行了。show 应该是查看当前默认平台。你看，这是安装的 ，X 激活了，并且是默认啊，然后它的加目录是在这儿，就 OK 了。这个就代表的是你默认编出来程序会往这里面跑，对吧？在 Windows 上只能在 Windows 上跑啊。行，这个地方我就完事了 ，Rust Up 这块 OK 了。其他还有问题吗？这块没问题就扣个1。好。就是咱们其实很多这些现代的这些基础设施在现代的语言里面都有，但是早期的像 C 啊 C++ 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些东西还是要讲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创建一些简单的例子试一下。比如我先把这个 hello 删了啊。我是那里面在用吧，这里面在用这个 target。把这里面删了，用一下。
删不掉了，我先把它关了。我看看怎么删掉啊。好，这个新创建一个项目的时候，它已经做好这个工具了，所以工具做到很方便，就 new 刚刚 bin 就行了，然后写你的名字，比如 hello， 就创建出来了。然后创建出来以后呢，进去啊，这个推荐大家用这个 VS Code 去运行啊。也有其他的，那个 JetBrains 里面也有那个 Rust-Rover 什么的。说到这儿的话呢，刚才讲资源的时候忘讲了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啥，还有一个是 Rust Playground。现代的语言一般都有 Playground， 所以为什么说 Rust 是个现代的语言呢？这 Playground 的话，就是你在上面直接写，然后运行，这边就出结果，然后你这儿可以直接改啊，就是随便玩一玩，测一测它这个语言的特性，就用这个。但是这样的话有个什么问题呢？用这个测试的话有个什么问题呢？它不如编辑器全面。比如说我这随便写一个，它不如编辑器功能多。你首先要装插件啊，就是这个 Rust Analyzer 需要装。装完你看后面这儿，它会帮你把这个类型进行补全，就每个变量会有自己的类型嘛，你可以不写类型，然后让它帮你补全。OK， 这个是很方便的啊，而且它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这个 Rust Analyzer 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相当于它是对你进行语法分析器啊。这上面有一些文档教你怎么去 Rust Analyzer。当然，如果你想看一下这个分析器有很多功能，你想看全这个功能的话，我有个视频，我这里就不讲了，因为那个比较细啊。就是你们学到后面，你们需要的话，你们讲。这个 Golden Rust 是我讲的比较深入的系列了，可能你们不一定能跟上下来，但是你们可以先把这个 Rust Analyzer 功能演示这个，就是等到后面的时候啊，上道了以后，这个 Rust Analyzer 里面到底有什么功能啊？这可以看一下。好了，然后这个弄完以后呢，你就可以运行了。只要不是就 cargo run， 就 cargo run 就行了。OK， 然后它有这个现代工具的体验，但是呢，它的性能是 C 级别的，或者说它把它代码会编译成 C 级别的，它输出的东西都在这个 target 里面。所以说就没有 makefile 了，知道吗？没有 CMake 了，人家全帮你打包搞定了。然后默认是 debug 模式是在这里面，然后你编译出来这个东西就 hello exe。当你运行 hello run 的时候，它就会走这个 hello exe 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流程。然后 cargo.toml 呢，里面就是你的包的信息，比如说你这个项目的信息，可能依赖于其他包，写在这下面，主要是依赖啊，上面这些基本信息是没什么意思。然后 cargo log 呢，就是这个很多现代项目的话都有这个 log 文件。log 文件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的项目依赖了很多其他的第三方的包，然后呢，你装了具体的哪个包的版本，有可能在这里面没有说的那么细，比如说 1.3.5， 但是你在你电脑上能运行成的时候呢，那些包必须要装到 1.3.5， 有些包是 1.3.5， 有些包是 2.3.4， 类似于这样的。这些包的版本信息呢，就会写到 cargo log 里面。这样的话呢，确保了你这个项目 copy 到别人电脑以后，它要运行的时候会精确的下载跟你一模一样的包的版本，然后去运行。所以 lock 其实本质上是在 lock 你的依赖第三方的版本号的啊，我就大概说一说，后面遇到你们就知道了。所以这是 debug 模式啊，然后还有一个叫 release 模式。cargo build 是 build 纯构建不运行，然后呢，你可以加刚刚 release 吧，我记得。OK。加上 release 的时候，你看 debug 和 release 分开了啊。这个 debug 和 release 呢，也是这种 C 类型的这种工程基本都有啊。为啥要分这个 debug 和 release 呢？因为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你在开发阶段，你更重要的是需要调试 bug， 所以编译出来的这个 debug 模式呢，它相对的优化就小一些。第二个呢是它里面会注入很多
帮助你调试的工具、调试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看你执行的时候，你将来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崩在那，比如说程序崩溃了，肯定是崩在某个点上，但是那个点对应出来源码到底是哪一行？因为这个二进制已经不是你的源码了，所以在这个二进制中间肯定有某一个点是跟你的源码错的那个点是跟你的源码是对应的，这个对应信息叫调试信息，就藏在这个 exe 里面。我看能不能试一下。那个东西叫啥 ？Cargo debugger 吗 ？Cargo， 我看一下啊 ，Cargo 如何调试。但是呢 ，release 版本呢是发布版，也就是你编完以后，这个产品呢，你所有 bug 都调完了，你要给别人，那这时候这些调试信息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要把它，而且优化程度要更高，而且那个代码可能尺寸、速度都要提高。那这时候呢，它的这个二进制的编译时间也会变长。所以 release 版本呢，它的特点就是运行的非常快，但是呢，它就要给到别人去用了，已经成为产品了。在你产品之前呢是 debug 版本。然后我看啊，这个它是用 GDB 是可以调，Rust 本来就 Rust 自带那个 DB 呢，我看啊，没事，这个 debugger 我不会先讲，它后面需要啊，它就是用 GDB 去调的，GDB 回头咱们讲到后面的话对，这就 Rust 杠 GDB 啊，增强版，对，那个回头我们再说。好。这个初步的就是这么简单啊，基本上一个 Rust 的文件加上 Toml 配置文件就是全部了。这块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扣1。好，行，那我们往下了啊。好，我们往下就顺着这个，先大概说一下。为什么要有 Rust 存在呢？或者 Rust 语言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用 Chrome 浏览器，它这个老是说内存错误，这句话都关了。简单来说 ，Rust 很贴心的把我们开发所要的一切文档、项目管理、编译、链接过程、发布过程，还有调试什么东西，它能想到的，它全给你一站式解决了啊，不用你再操心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了啊。它的定位，我觉得就是为了 PK C++，这是它的核心定位。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又说 C++ 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C++ 的核心定位就是这是你的物理机器 hardware， 然后呢 ，C++ 的意思是你能写出来非常高层的代码，或者说贴近人类能理解的代码，但是呢，它又能编译出来机器上能直接执行的这个代码，就是 ASM。稍等一下，我先继续啊。就是你写的 C++ 的源码呢，其实离真正底层的真正能执行的机器码是很远的啊。然后呢，这个距离呢是 C++ 的编译器或者 G++ 是编译的。C 也是类似的 ，C 其实也是某种高层语言吧，但是 C 写的语言比 C++ 更低级一点，然后离机器更近一点。大家最后都要走成机器的语言就是那个 machine code。这个 machine code 呢，有个很好的网站去展示，叫 Godboot。这 Godboot 这个是这个作者名字，他这个东西叫 Compile Explorer， 就是专门探索编译器的。然后这个里面呢，你看你选 C++，比如这是 C++ 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它转化出来代码，这就是我说的平台如果它用的是 x86 的架构，然后用 GCC 编译出来就是这些指令，这些指令就是直接可以放在机器上运行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为了学习方便，我们用 RISC-V， 好吧 ，RISC-V 的指令会好理解很多，32bit 吧。对，这样的话，就以后大家都选 RISC-V 的，这样的话将来我好讲然后，那么这里面呢也有其他的语言 ，C 语言，然后你这儿代码可以随便改。好，我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个 Compile Explorer 是极其有用的网站因为我们学东西学知识不能割裂，就是你只看上面的语法，有些奇怪的东西你永远搞不清楚。如果你不看下层的话，你稍微看点下层的，你下层又不用懂太多，但是你就能解答你上面的迷惑了
这个汇编就是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稍微看懂一点，而且现在有大语言，比如说那个 RISC-V 就找 RISC-V 就行，对吧？它这个东西成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个东西粘贴到豆包上。豆包我发现豆包吧，它出画的速度比较快一点。这样它不就把每一句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啊？到底每句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在 C 里面很难学的指针，在这里面都摊平了啊，摊平了。这些事情遇到的话，我们后面都会给我们大家慢慢讲，现在先不深入啊。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有 Rust 的，你看这有 Rust 出来的，应该也我不知道能不能选不了啊。就是 Rust 的这个东西的话，它应该就是按照x86的指令集走了啊。这个东西应该它暂时只支持x86的，还是不支持其他的啊？这个先不管了，就是你看 C 看 Rust 的应该是这种等价的这种关系。我们刚才回到这个地方，就是不管是 C 还是 Rust 呢，他们最终都会走到 ASM， 都会走到汇编走到汇编以后直接对到机器，这叫什么？那个叫零成本抽象，对吧？这是 C++ 创造一个词叫 zero cost abstraction，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这个语言呢，编译出来的结果呢，或者在机上运行的时候呢，跟机器中间没有第三方隔层，这叫零成本抽象。然后我的速度可以最快。然后如果是其他语言呢，动态的语言呢，就不是零成本抽象了。比如说 Python 吧 ，Python、JavaScript、Go 语言等等，它中间都有个运行时，有个 runtime。你写的代码呢，其实最终不会走成 ASM， 而它这个 runtime 呢你可以理解成是机器码，是汇编执行的。比如 Python 解释器，它肯定是汇编的，不是，它肯定是机器码。机器码跟汇编基本上一样啊，就是那个 Python 解释器、Go 解释器、Java 解释器、JVM 解释器，它们本身当然是硬件那个就最终会变成硬件的语句会走到硬件上 hardware， 但是关键是它本身就是那个层啊，就是那个间接层啊。你其他的语言，比如 Python 你写的源码、Java 的源码、什么 Go 的源码，你都会转换成某种中间的这个，它这个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个虚拟机器啊，虚拟机转换这个虚拟机能识别的语言，比如说 Python 的字节码，这是 Python 的字节码。JavaScript 的字节，Java 的字节码 ，JavaScript 的字节码都是字节码。这些字节码呢，就跟汇编长得很不一样了，所以它要经过这个运行时现场翻译，然后现场执行，这效率一下就低很多，也是 Python 为什么慢的原因。它中间要经过一个解释层，这个解释层是一直存在的，不可能丢的。而在 C 和 C 加 Rust 没有这个解释层，所以它非常快。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做嵌入式开发，因为嵌入式上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要跑一个这个额外的解释层啊。比如说我这里面可以看有个 Python 的，你看这就是 Python 产生的，它叫字节码 bytecode， 它就不能叫汇编了。这个东西呢，它根本就不是运行在机器上的，它是运行在它那个解释器上的。那解释器怎么把它这个话变成机器能执行的呢？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就是 Python 解释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 switch case， 就是 Python 解释器里面去判断，你是 load const 的，我去执行一段代码，一段 C 语言的代码，那段 C 语言代码会变成机器指令。我发现你是 make function， 我就执行另外一段。我如果发现你是 store name， 我是另外一段。它是就是即使你在这个 Python 源码上只写了个乘法，但是呢，它在里面也要去判断这个乘法，比如这个 binary op 乘。它要在里面，它在它解释器里面需要判断，你是 binary op， 然后再发现你是乘，然后再最后再执行乘法，然后还要把结果拿回来，等一堆事情。这一堆事情，如果是你换成同样的 C 语言，就是中间冒这一条汇编指令，在机器上直接可以上机器人运行了。但是刚才那个可不行 ，Python 的可不行 ，Python 的它要经过一系列转换 switch case， 里面可能得有成百上千条的机器指令才能执行完这个乘法。这块听明白了吗？我先说一下这个这就是编译器所谓的编译型的语言和解释型语言的区别。解释型语言中间就有这么一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Java 也是这样的。
我看有没有 Java， 有。你看这是 Java 的，这是 Java 的尾码，那个字节码。JavaScript 应该也是这样的吧？你看也是这样的啊。JavaScript 会出来很多机器码啊。但是不是，也是尾码，也是尾码，不是那个什么的。但是它已经优化的很强了，优化速度很快了，这是 Google 搞的。还是回到那个 Rust。这就是 Zero Cost Abstraction 的意义，也就是说 Rust 存在立足点就在这儿了，就是我要跟你 CPP 和 C 平起平坐，都是零成本抽象，但是呢，我要支持更高更现代的写法，对人类更友好啊。这块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可以扣一扣，有问题可以问一下。没问题，好，接下来呢有一个资料呢，大家下去可以看看，我上面就不讲了，那个资料很好。CSCI 2021，就国外的这些大学的课呢，它里面会把那个就从上到下全捋一遍，很多大学都是这样的，就是伯克利啊，那个MIT 啊，它都有这样的课程，就从底下从 C 开始，或者从上面从 C 开始，一步一步的到汇编，一步步再到机器，一步一步到操作系统，它整个一路会串下来。虽然每个地方可能讲的不深，但是它会把你整个全都联系起来。国内就没有这样的，国内全是切开的，很难受啊。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这个 CS 2021呢，前面这个讲 C 的部分，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先把 C 复习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讲 Rust， 因为他们都是位于同样的生态位，所以他们很多底层的理念是相同的，都是在机器上执行。那在机器上执行的话，你多少要对机器的行为模式有所了解啊？我看一下啊，它这个跟 C 语言有关的就前两个，第三个是在讲二进制的东西我就不讲了，认为你们都懂了，这都是二进制、浮点数什么都不用讲啊。汇编的咱们先不管，下面还有一个 link， 就是那个编译链接的过程啊，这两个跟 C 有点关系，其他，所以就是01里面，然后02里面，应该还能看着吧啊。01里面有一些 C 的东西，有02里面有一些 C 的东西。然后我给大家简单扫一眼，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选它了啊。这个地方我能全文翻译啊，全文翻译成双语的，我也把它全文翻译了一下。这个 bilingual 就是双语的。双语的话呢，它是一页中文一页英文，然后你可以把它调成双排的，这样的话左边英文右边中文这样。然后往下的为什么我说它呢？它就是从我刚才说的角度，从机器的角度更好一点。比如说 CPU 在运行做一件事情或者执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它是一条一条这样执行的，这就是有汇编的感觉了。然后每一条都在干什么？都在操作内存。然后它内存会有编号，这个编号就代表地址，所以它每一步都在做很小的动作，这个很小动作就是汇编的意思啊。然后这个 PPT 呢，每步都在做什么？这个你们应该能看懂啊。然后往下走呢，就开始说这个你的 C 语言它怎么跟 C 语言慢慢建立联系的啊？它用的汇编呢，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x86什么汇编，而且它自己写了一个让你方便理解的这个动作。然后再往下走，包括那个咱们说的那些指针究竟是什么东西，会怎么影响那个 memory 的啊，都在这说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它这个说明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呢，它这张图我非常的喜欢，就这张图你看，就说你下层的硬件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从数字电路开始，包括 Verilog 什么等做出 CPU 啊等等，最后到机器码，这都是属于下层能去执行的。但是在上层呢，就从汇编开始，就是汇编是软件的起点，然后呢，这个 binary 就是这个机器码呢是硬件的这个终点，然后它俩中间结合这个地方就是汇编变成机器码，这个部分很简单，基本上就是直白映射。那么汇编之上的话，就是 C 语言，你的 Java 呀，你的 Python 越来越高层，所以它这个地方上面呢就是对接人，就是纯粹的抽象，就是你写出来这个代码，其实你已经很难懂它在底下是怎么执行的了。然后呢，这抽象程度很高，再往下呢是裸金属，离机器很近，中间是个谱系。而 C 语言为什么如此经久不衰呢？就是因为它是离机器最近的高级语言了，
就没有人会去直接写汇编的，但是有大量的人去写 C 语言。但是他就是那个谁 Linus 也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选 C 语言？C 语言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看着 C 语言我就知道，我就能想象出来这个硬件是怎么执行的。然后呢，但是我看其他语言看不出来，它里面做了多少魔法式的事情我不知道。OK， 所以你看其他语言 C 加加什么这些都往上走了。然后这个 Rust 的地位呢，跟这个 C 加加的地位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但是呢 ，Rust 又想吃掉上面，就是 C 加加其实还稍微有点底了，他想的是更上一点，就是能够让你写出来更加人能理解的语言。OK， 这个就是 C 的点 ，C 和 Rust 点。包括其实你们在最开始大一的时候可能讲过什么冯诺依曼架构，但是大家可能就是只是囫囵吞枣，都是混沌的学一下，只是知道概念。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你只有把它跟 C 语言精确的联系起来，你才知道这东西确实，这个冯诺依曼确实是有道理的啊，就是它为什么对吧？包括内存的处理啊什么。然后下面就在讲讲这些指针啊，指针的一些东西啊，稍微深一点啊，稍微就是深一点。然后第二个呢也是，第二个 C 的这个基础呢，可能也是补一些，就是一定要跟这个 memory 去结合起来，这是我觉得它这个语言特色的地方，它这个 slide 特色，你看它过程，哎，你去理解这个语言，你才能真正的理解，对吧？这个指针是什么啊？指针是灵魂，好吧？就指针是非常大的一个灵魂。就这两个 PPT 过一遍，就把 C 复习一遍，然后接下来呢，那个啥，我看一下啊 ，MD2 card， 然后我看它里面缺了一个东西，我把它补了一下。这个 MD2 card 挺好用的，就是你写 Markdown， 它就能那个能转换成图。哎，对，这我写了一个 GoTo 啊，这个我也是让豆包生成的，我觉得它生成挺好。就是你一定要做联系，是吧？你比如说 C 语言写这段代码，哎，它首先可以改造成用 GoTo 的版本。为什么我要改造成 GoTo 的版本呢？因为 GoTo 的版本才是最接近于汇编的版本，也就是 C 里面的这些控制结构啊，其实在底层基本上都是 GoTo，加if判断的这种分支。OK， 然后我也让它转成 RAISE5。那这样的话呢，你能理解这个，哎，就理解这个，从而理解这个。OK， 同样的指针也是类似的。你写一堆指针以后，你会发现在底层，在真正它编译出来的这个汇编层、机器码层是没有指针这个概念的，只有地址，没有指针啊。那你写的指针所以说指针是 C 的抽象，而且又是非常重要的抽象。指针简单来说就是装地址的变量，就是指针。那么装地址的变量，地址在底下是有的啊，变量某种意义上也有，变量就是寄存器，然后地址就是这堆数字，这底下是有的。它怎么映射到上面的，就成了一个灵活的指针呢？这个映射关系你搞清楚以后，你上面就不迷糊了。这个是我写了一个，相当于是把控制流怎么去转化到底下，比较平坦的。因为底下的元语很少，就是你 C 语言还有很多关键字、很多形态、很多 loop 的结构什么的，但在底层就非常的少，它是一个瓶颈啊，指令集非常的少这每句什么意思都说清楚了。行 ，OK， 我这个地方 C 这地方我就先补这么一点啊，然后这个你 C 理解越透啊，你那些其他的这种高级语言才能理解更透啊。行，这块没问题吧？这块有问题吗？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开始正式的那个啥，我先把这个停止一下，然后再继续。